在俄乌冲突持续焦灼之际，英国这个搅屎棍又撑在了反俄的第一线。2023年5月至10月，乌克兰开始不断反攻，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向俄军的黑海舰队指挥部发射导弹，打击了俄罗斯多个军事目标，并接连干掉了俄军的一个中将和一个少将。乌克兰接连搞事，俄军损失惨重。更令俄罗斯上火的是，乌克兰用来袭击俄罗斯军事目标并屡屡得手的导弹，大都来自于英国。在俄乌战场上被英国的导弹给虐了，以毛子的性格能忍。对此，俄罗斯方面发出严厉警告，狠话也放出不少，但英国也没受着，把俄罗斯误伤英国货轮的事拿出来说，两方就着这件事互飙垃圾话，打起了口水仗，欧美各国都捡乐子看。但是英国为何对俄罗斯有这么大的敌意？其实对于英国跟俄罗斯互看不顺眼这件事，世界各国并不意外。无论是英国担任援乌反俄的先锋角色，还是英俄两国近100年来的历史仇怨，都注定了他们很难再有坐下来和颜悦色对话的一天了。那么英俄两国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能够互相较劲上百年？本期就来带大家直击英俄100年恩怨史。如果说美国的弹药补给确保了乌军的正面不败，那么英国的导弹则保障了乌军能够具备快速突防、远程打击的能力，尤其是提供的风暴鹰影导弹让俄军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无疑进一步惹怒了俄罗斯。风暴鹰影讯号导弹是英国装备的最新型高速巡航导弹，由英法意3国联合研制，射程达250至300公里，属于能隐形和低空飞行的短程巡航导弹，是迄今为止交付给基辅的最强北约导弹。如果乌克兰拿到手，在其东北部发射风暴鹰影，那么俄罗斯的主要城市都将受到打击。因此，当英国宣布全面加码对乌军援，将大批量的风暴鹰影导弹送到乌克兰时，当真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俄罗斯大怒，泽连斯基则心中狂喜。要知道，在俄乌交战之初，俄罗斯用大量导弹部队招呼乌克兰的各处重要设施，乌克兰只能被动防御，几乎还不了手，就是吃亏在无法突破俄军的防空拦截能力。而英国的风暴鹰影装备给乌克兰，就相当于强行给乌克兰增强了高速突防的能力，让乌克兰面对俄军的导弹打击有了还手的可能。据欧洲媒体估算，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风暴鹰影巡航导弹总数量在200枚以上，均为对外出口型号，价格高产量少，一枚的造价约250万美元，英国自己也才拥有不足1000枚。英国这次当真是大手笔了。要知道，自俄乌交战以来，欧美各国给乌克兰的援助数量庞大而复杂，有钱拿钱，有枪拿枪，堪称五花八门，大部分都是武器弹药、装甲车、雷达和火炮，但是在先进武器的援助上可谓少之又少。毕竟乌克兰本身的军事实力并不强大，装备又老旧，空军和导弹部队的建设稀烂到可以忽略不计。至于高速突防的导弹打击能力，更是几乎完全没有，用不好西方的那些先进装备。而拿到暴风鹰影后，虽然受限于匹配载弹平台少得可怜，但是乌军依然用暴风鹰影打出了战绩，接连斩首了俄军多位将领，让俄军吃足了苦头。而作为乌克兰一系列的战场高光时刻的缔造者，英国也被冠以援乌反俄先锋的血称。话说回来，英国为何在援乌反俄这件事上下大本钱出大力气？在历史上，英俄两国旧新仇旧恨不断，仇怨持续200多年。在中古至近代历史中，英国和俄罗斯各自有过一段高光时刻。中世纪1688年，史称光荣革命的民族运动推翻了斯图亚特封建王朝的统治，让英国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奠定了英格兰和大不列颠强势崛起的基础。踏出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殖民扩张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4大步后，英国以强大的舰队先后击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时把殖民地扩散到了全世界，成就了日不落帝国。而俄国的崛起和强大显得更加粗鲁和野蛮。近代俄国历史的起点是16世纪初的莫斯科大公国建立起第一代沙皇的统治，在此后的200年间，沙皇靠着不断的东征西掠，逐渐扩大版图。当沙俄的征伐触角伸到欧洲的时候，正逢英国成为海上霸主，于是一场战争在所难免。1853年至1856年，英国联合法国、土耳其王国、耶路撒冷军队与沙俄进行了一场4国大战，史称克里米亚战争。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亚欧地区最大规模的战役。这一仗老哥几个都下了血本，沙俄前后投入了70万兵力，英法土联军则投入了81.8万兵力。许多一战中应用到的战争技术和兵器都衍生自这场持续了3年多、规模浩大、相当惨烈的战争。最终沙俄战败，战争损耗达8亿卢布以上，使得沙俄失去了争霸欧洲的能力，同时也是沙皇俄国政权裂解的开端。在沙皇政权崩溃后，混乱中的沙俄遭受了西方列强的瓜分和侵略，其中尤以英国吃相最凶。
沙俄跟英国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如果算上后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俄国和英国的世仇可谓层叠不断，新仇旧恨交加。也难怪后来二战后期，苏联哪怕攻入了德国，与英美联军会师，苏联人也看英国人不顺眼，甚至拒绝和英国人合影，实在是过去被英国人恶心坏了，仇怨太深，隔阂难消。那么历史上的英国为什么屡屡针对沙俄？现代的英国还要一以贯之的疯狂反俄呢？难道成见的力量真的可以隔代延续吗？理论上，成见和仇恨的力量是无法隔代延续的，就算有也很幼稚。如今的英国可是不会意气用事。其实不管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还是今时今日的英国，其对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针对，与其说是惯性的力量，倒不如说是思维的作祟。英国从古至今都有一个思维，那就是不愿让欧洲完成统一。英国也有一种深深的焦虑，叫做离岸恐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世纪还是如今，英国的根基都在英伦三岛，而英伦三岛长期孤悬于欧洲大陆以外，这种地理现状对于英国而言是一种劣势。英国总觉得自己无法同欧洲大陆建立稳固的联系，一旦欧洲大陆完成了统一或者联合，英国很大可能被排除在外，到时候英国的声音就会被压缩在英伦三岛，自身影响力也会缩水严重。英国的焦虑不是没有原因的，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海权国家。从16世纪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是完全建立在强大海面舰队的武力值之上的，后来的殖民扩张也是靠其强大的海洋实力来实现。工业革命时期，在强化了本土工业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英国舰队的硬件实力，还有从海外往英国本土源源不断的资源反馈，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建立在强大的海权之上。过于重视海权建设，使得英国忽略了对欧洲大陆的领土扩张，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一旦欧洲大陆有强势国家出现，并试图统一欧洲大陆，英国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而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试图完成这件事的就是拿破仑一世，可惜他骄兵必败，最后以失败告终。后来的奥匈帝国虽然也强盛一时，但到底还是在英国的作梗之下失败告终。然后就是沙俄帝国，历史上沙皇俄国靠着强大的沙俄骑兵东征西掠，版图扩张极为迅速，而且与英国的殖民扩张不同，沙皇俄国是占领一处就经营一处，消化一处，扩张稳定性是高于英国的。沙俄的强大让英国产生了很深的危机感，一旦沙皇站稳了脚跟，消化了欧洲，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就再也无力回天了。所以英国才会联合奥斯曼帝国、法国等国家对俄罗斯帝国发起反击，要粉碎沙皇君临欧洲的企图。克里米亚战争宣告了沙皇霸业的结束，英国总算喘了一口气，但英俄之间的梁子就大了。但英国可不管这个，只要欧洲是四分五裂的，英国就能放心。近代以来，美苏争霸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英国而起。1946年3月5号，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美国，发表了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铁幕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开端，在这之后，欧洲各国对苏联进行了围追堵截，苏联被迫放弃了经济复苏计划，转而投入到美苏争霸的烧钱大战之中。冷战消耗掉了苏联的大部分精力和财力，苏联的统治秩序开始瓦解，波兰等加盟国陆续独立，进一步削弱了苏联的实力。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英国又一次完成了阻止欧洲统一的目的，维护了自己超然于外的势力与影响力。而俄罗斯把这笔账记在了英国头上。时间来到2022年，俄乌战火燃起，英国再次当了其中的搅屎棍，目的就是把水搅浑。自从英国脱离欧盟，欧盟就成了德法两国的一言堂。法国一直试图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无疑是有悖于英国利益的。所以怎样找一个理由拖缓和迟滞欧洲一体化，就成了英国的战略考量。俄乌交战给了英国转移视线的机会，随着英国的下场参火，俄乌战火越烧越大，战争结束遥遥无期，两国之间和谈希望渺茫，这却是英国乐见其成的。只要俄乌矛盾不解决，欧盟和北约的注意力就会被一直拖在这里，欧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推进欧洲一体化，这就是英国想要的。相比之下，用几百枚导弹恶心一下俄罗斯，反倒成了捎带的乐趣。基于以上各论点，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和政治这对双生子从来都是相互依存、因果循环的。英国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欧洲始终维持分裂局面，从而为自身的影响力不致衰减提供地缘政治基础。这个过程中，与俄罗斯结下了新仇旧恨。但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拱火当下俄乌之局势，使得战争连绵无绝期，和谈希望渺茫，两国平民陷于水火，两国民生无以为继，却是当真不仁不义、毫无人性之举，其心可鄙，其行当诛。这一点英国要好自为之。最后，
希望俄乌战争赶快结束，生灵涂炭之局面不再发生，愿世界和平。多有疏漏，烦请辅正。我是档案室，期待您的关注。欧盟想上桌，就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关门闹情绪。面对欧盟在国际博弈当中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苦口婆心地一再劝说欧盟重拾理智的实用主义。然而，欧盟显然听不进这样的逆耳忠言，宁可为自己的傲慢任性付出惨痛的代价，也不肯违背那些因偏见而形成的政治正确。甚至于在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欧盟会一边哀叹这些决策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一边却又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通常情况下，都已经撞上了南墙，怎么也该选择转向，为什么欧盟却越受挫越癫狂？最典型的例子无疑当属俄乌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初，欧盟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其实相当谨慎，虽然口头上坚定支持乌克兰，并积极参与各种对俄制裁，但在对乌援助方面却是推三阻四。这种消极态度不仅体现为欧洲各国提供的援助金额远逊于美国，还体现在对乌援助的具体内容上。欧洲各国普遍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德国在一开始更是打算通过捐赠乌克兰5000顶头盔来证明自己站在乌克兰身后的立场，引起了乌克兰的强烈不满。同时，当时以德法为代表的欧盟主要国家还在积极致力于协调俄乌谈判，试图恢复欧洲和平。站在欧洲的立场上，此时欧盟所做出的选择是最符合欧洲利益的选项。不过，由于欧盟实力不济，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比不上英美这两个不在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乌克兰在英美的挑唆之下，拒绝了接近达成的和平协议，使俄乌战争长期化。随着战争的持续，眼看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日渐不支，欧盟不得不在对乌援助方面不断加码。反倒是真正挑起战争的美国，眼见乌克兰获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认为援乌可能收不到回报，开始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自2024年起，欧盟便取代了美国成为乌克兰获取援助的最主要来源。但直到此时，欧盟的做法都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美国虽然减少了援助，但是挑动冲突的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以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状态，只要美国给个支持的态度，他们就能把战争进行到拼尽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鲜血。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就意味着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没了缓冲区，这对于长期将俄罗斯视为热衷于军事扩张的恶魔，自身的武备却十分废弛的欧盟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在漫长的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的国家机器已经转为了战时状态，欧美普遍认为一旦战争停止会给俄罗斯造成很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担心俄罗斯吃掉乌克兰之后意犹未尽，继续对欧盟国家发起进攻。虽然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可若基于这一前提，欧盟加码援乌也算是合理的选择。毕竟花钱让乌克兰人替欧盟打仗，替欧盟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总比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需要自己流血来得强。然而，当时间来到2025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彻底转变，转头开始号召俄乌停战。俄罗斯方面也给美国这个世界霸主面子，虽说停战条件开得苛刻，但总归是愿意配合停战谈判。至此，站在理智的角度看，为援乌搞得自己经济衰退、内部矛盾分歧不断的欧盟，本应就坡下驴，配合美国施压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这样一来，欧盟不仅能够卸下援乌的负担，经济也会因为欧洲恢复和平有所好转，还不必再担心失去对俄缓冲区的问题，可谓百利而无一害。但欧盟方面的做法却是配合一旦停战就将面临清算的泽连斯基政府，去游说美国不要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哪怕美国只保留口头支持，实际支出全由欧洲买单。如果说欧盟在援乌方面越来越上头，还能够解释为对俄罗斯的偏见、恐惧作祟，影响了欧盟的决策理智性，那么欧盟在中美贸易战当中的表现就更让人见识到了什么叫魔怔。原本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维护自身霸权的行动，并没有欧盟什么事情。诚然，欧盟与美国是长期的政治盟友，在国际事务上往往要相互声援，可中国也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些年，欧洲的经济全靠中欧贸易增长，才不至于衰退得太严重。在一般人想来，欧盟总不至于为了盟友不顾自己的死活，就算是要声援美国，口头喊喊也就算了，哪里有必要真的为了美国不和中国做生意呢？谁曾想，欧盟还真就能犯这种蠢，在明知自身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情况下，依旧按照美国的要求，以去风险为名，各种给中国商品输入设置障碍。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出台一系列措施破坏中欧贸易的同时，欧盟却同时在向中国发出希望加强合作的信号。显然，欧盟也并不是真的对中国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只不过是指望中国能够体谅欧盟的所谓难处，接受欧盟将中国利益作为讨好美国的工具。
但中国完全没有理由为了欧盟与美国的关系自我牺牲，特别是在美国敌视中国，各种出动长臂管辖，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一旦中国对欧盟为了美国的要求对中国妄加制裁毫无反应，其他国家必然也会有样学样。因此，面对欧盟种种侵犯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果断进行了反制，每一击都打在欧盟仅存的优势产业命脉上，让欧盟本就岌岌可危的经济雪上加霜。正常情况下，吃到了这样的教训，欧盟应该意识到指望中国不反制是不可能成真妄想，基于欧盟自身的利益重新考虑对华正常了。事实上，欧洲已经有许多民众学者醒过神来，呼吁政府坚定自身立场，不要盲目的一味追随美国，让欧洲成为中美竞争当中的炮灰。然而，欧洲政府却丝毫没有吸取教训的打算，反倒试图用更加强硬的态度迫使中国妥协，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姿态指责中国的反制措施伤害欧洲经济，破坏中国的关系，要求中国尽快撤回。甚至就在要求中国撤回反制措施的同时，荷兰还在以莫须有的理由没收中资企业，德法波兰等国还在布鲁塞尔领导人峰会上一本正经地讨论以反胁迫法案对中国进行贸易限制和投资审查。欧盟还考虑出台新规，强制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对欧洲进行技术转让。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中美经过一系列磋商达成了暂时休战的协议，反倒是欧洲需要继续同时承受来自中美的重击。不过，只要对欧洲的政治局势稍有了解，就会意识到欧盟在一群魔怔人的领导下做出这种害人害己的选择并不值得意外。毕竟在欧洲的票选政治下，政客能否当选看的不是他们的做事能力，而是他们的宣传口号够不够吸引眼球，是不是政治正确。在这些只讲政治正确，只会描绘美好愿景的政客的领导下，欧盟在面对重大国际问题时，根本不能从现实角度出发分析各方立场，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预判，并且完全不做不同情况下的备案。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必然会令欧盟遭受挫折。可遗憾的是，这种挫折根本没法让那些魔怔领导人醒悟，且不说大部分错误选择的痛苦需要传导时间才能体现，就算是后果传回了国内，伤害的也是普通民众和国内企业，这些领导人的生活又不会受到影响。至于民众会不会因此而不满，那也没有那么重要。这些精通选举艺术的政客有的是办法创造更加吸引眼球、能够凝聚共识的话题，让民众忽略这些问题，继续给自己投票。现代社会超强的资本人才流动性又给欧洲的癫狂更添了一把火。在过去，对于政府的这种无脑决策，欧洲的本地资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设法进行阻挠，但换在今天，他们的选择变成了借机逃离欧洲。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在哪里挣钱不都是挣钱，留在欧盟用工成本高，能源成本也涨上去了，还要面临各种环保阻挠，何必非要赖在本土不走。这些理性力量的离开又会进一步助长欧盟的魔怔和癫狂，让欧盟在为了政治正确不惜一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多年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一轮接一轮，涵盖金融、能源、贸易等多个领域，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让人不解的是，朝鲜非但没有动摇，反而越来越扛打，导弹试射一发接一发，一副根本不怕制裁的姿态，这不禁让人疑惑，制裁真的有用吗？或者说，朝鲜无惧制裁的白手套到底是什么？朝鲜这个国家从建国之初就没有享受过太平的外部环境，它几乎被各种潜在的军事对手包围，随时可能被卷入新的冲突。放眼整个东亚乃至全球，很少有哪个国家像朝鲜这样长期活在被围堵和威胁之中。最令朝鲜忌惮的自然是美国。朝鲜战争虽然早已停火，但那只是战争暂停，并未签署和平协议。从法律意义上讲，朝鲜半岛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几十年来，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大量军力，并不断引进最新的军事技术，包括远程打击能力、反导系统、情报监控手段等。美韩每年举行多次大规模联合军演，涉及空军、海军、地面部队等多兵种协同，演习内容也涵盖很多方面。这在朝鲜看来，无异于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除了美国，韩国也是朝鲜无法忽视的现实威胁。朝韩虽然同属一个民族，但分裂已久，敌意根深蒂固。而且韩国在军事技术和情报上依赖美方支持。近年来，韩国不断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还在与美国、日本之间推进三边军事合作。这种结盟式包围让朝鲜感到更加不安。对于朝鲜来说，韩国不只是一个南方的邻居，更是美国在半岛上的前哨和桥头堡。日本虽然地理上与朝鲜隔着海，但在朝鲜眼中，它同样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再往大一点的范围看，西方国家的整体态度也不友好。虽然他们未必与朝鲜有直接的地缘冲突，但从外交表态到安全合作，几乎都站在美国一边。
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也曾派出军舰或参与联合演习，强化对朝遏制。可以说，朝鲜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并不只是来自一个方向，而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围堵网络。正是在这样长期紧张甚至敌意密布的环境中，朝鲜形成了高度警惕、强烈封闭、强调军事优先的发展路径。这种思维逻辑并非完全来自内部，而是在现实压力中逐步建立的自我保护机制。在长期被敌意包围的环境中，朝鲜并没有选择退让，而是把安全放在国家发展的第一位。对他来说，想要保住政权、保住国家，靠谈判或者承诺远远不够，唯有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所以从很早开始，朝鲜就走上了一条以军事优先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尤其是在面对美韩军事演习、边境侦察、导弹部署等各种压力时，朝鲜的第一反应不是低头，而是加倍强化自己的防御能力。他提出了先军政治的理念，把军队放在国家事务的中心位置，把资源优先给军队使用，不管经济多困难，军费不能少，军事项目不能停。常规军事上，朝鲜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地面部队、火炮、导弹部队齐全。近些年，他又加快了新武器的研发，比如短程战术导弹、高超音速武器、潜射导弹、无人机和电子战能力。这些武器未必在技术上先进，但它们数量多、部署灵活，而且完全是为实战准备的，不求炫技，只求能打。不过，要说真正让外界感到不安的，还是朝鲜的核武器发展。朝鲜最早对核技术感兴趣是在冷战时期，当时他曾试图从苏联引进核电站技术，并学习核知识。但真正下定决心搞核武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2006年，朝鲜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向全世界宣告它已经跨过了那道门槛。此后，每隔几年就会进行一次核试验，测试不同类型的核装置。朝鲜还公开展示导弹系统，比如火星系列导弹，宣称能把核弹头运载到美国本土。尽管外界对其技术成熟度仍有疑问，但威慑效果已然达成。朝鲜的核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起初他含糊其辞，保留模糊空间，后来干脆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拥核国家，并将核武器写入宪法，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他强调，核武器不是为了主动攻击谁，而是为了防止战争，换句话说，是为了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当然，朝鲜走这条路代价也不小。从2006年起，朝鲜先后多次进行地下核试验，还频繁试射中远程导弹。这些行为触碰了联合国安理会多项禁止扩散核武器的规定。尤其是美国、日本和韩国，他们担心朝鲜一旦真正拥有核打击能力，将对自己的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正因为如此，制裁就成了唯一的应对手段。每当朝鲜进行一次核试或导弹发射，安理会就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一轮制裁。最早的制裁只是象征性的，比如禁止武器贸易、冻结相关技术资产，但很快制裁的范围就开始不断扩大。慢慢的，煤炭、钢铁、纺织品、海产品这些朝鲜的重要出口商品全都被列入禁运清单。外国企业被禁止与朝鲜进行大宗贸易，各国不得雇佣朝鲜劳工，朝鲜的海外收入渠道被一条条切断，就连朝鲜货船进入港口也面临检查甚至驱逐。制裁不仅来自联合国，也来自个别国家的单边行动。这种做法大大压缩了朝鲜的生存空间，因为即便有国家愿意和朝鲜做生意，也常常被吓退。日本和韩国的态度也非常坚决。韩国在2016年关闭了开城工业园区，这也是两国最后一个合作项目，也是朝鲜重要的外汇来源。日本则在港口、航运和金融领域对朝鲜实行全面限制，并大幅减少人文交流，把原本就冷淡的双边关系彻底冻结。这些年，朝鲜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它无法使用国际银行系统，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大部分技术设备和零部件买不到，甚至连用于民航的飞机零件都难以获取，导致航线锐减，飞机老旧。对外贸易萎缩，外汇收入紧张，对外联络困难，整个国家如同被封在瓶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孤立并不是一时之事，而是十几年来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结果。但即使在这种几乎被封死的局面下，朝鲜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核政策，也没有主动妥协。按常理说，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做到了极致，应该会让它陷入严重困境。朝鲜本身是一个资源和技术都比较匮乏的国家，能源依赖进口，工业体系不完整，外汇储备也有限。正常情况下，如果出口受限，资金受阻，国际联系中断，它的经济就会迅速下滑，民生也会受到严重冲击。而实际上，这种设想只实现了一半。朝鲜确实受到了影响，有些影响还很明显。但令人意外的是，朝鲜并没有因此改变路线。
它的核试验没停，导弹发射还在继续，军队仍然维持高运转状态，甚至在某些时候，它还展示出强硬的新动作，比如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展示新型潜射导弹。与此同时，朝鲜国内依旧能看到外国商品，朝鲜高层还能使用进口豪车，就连一些高科技设备也照样能流入国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制裁确实有用，但并不致命。朝鲜虽然被孤立，但并没有被完全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就引出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朝鲜是怎么在封锁中活下来的？而这就要说到朝鲜的白手套了。所谓白手套，简单讲就是第三方代理人。朝鲜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一些看似与其无关的公司或个人，在海外代为处理出口、采购和结算等事务。这些人或者企业分布在多个国家，有的注册在东南亚或中东，有的藏在非洲或东欧，身份多样，路径隐蔽，但实际操作目的只有一个，帮朝鲜绕过封锁，继续赚钱和采购。联合国曾发布过一份报告，指出朝鲜在2017年1年内，仅通过这种第三方手段就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收入。正是这些看不见的渠道，让朝鲜在全球制裁最严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生存，甚至偶尔还能出手阔绰。多年来，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制裁来迫使朝鲜让步，尤其是在核武器问题上。然而，现实却一次次表明，制裁虽然带来了压力，却未能撼动朝鲜的核心战略。这背后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顽强，更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独特逻辑。